今天的王一博让尹正有点担心，虽然他骑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速度，但在通过几个弯道的时候都非常惊险，他几乎没有减速。某一瞬间，尹正真的害怕他会直接飞出去。骑了20几圈，王一博终于肯停下来去喝口水。尹正赶紧跟上去，说笑道：“你今天像个没得感情的骑车机器。”王一博取下头盔，晃了晃脑袋，汗水顺着发尾被甩下来，可他仍觉得不够，太热了，热得他浑身烦躁。坐下来，顺手拿了瓶矿泉水就往头上浇。尹正越发觉得他有问题，凑过去关切地问：“心情不好？”王一博恍若未闻，一口气灌进去一瓶水，很快站起来，继续。尹正伸手把他重新拉坐下。卧槽，你没事儿吧？休息一下会死吗？见他仍然不为所动，尹正忍不住吐槽：“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过弯的时候都快起飞了，知不知道？注意安全啊！”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好友。骑车的时候想着安全就不可能有突破，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那我也没让你直接起飞啊。尹正摘了手套坐在他身边，难得的细声细气：“说吧，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？”他嘴唇紧紧抿着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尹正知道这是他沮丧到极点时下意识的动作，却也不想强迫他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男孩子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都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。怎么过去？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？不曾喜欢过，不曾爱上过，不曾满怀希望的等待过，不曾被在意过，不曾被打动过，也不曾被倾尽心力的宠爱过，然后就可以骗自己说，都过去了，是这样吗？所以对于肖战来说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是吗？”男孩子若有似无地笑了笑。尹正见他虽然在笑，眼中却只有一种凄惶的神色。他们相识许久，也算谈得来的好朋友。少年偶尔会向他倾诉小烦恼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颓然，连骑车都缓解不了，仿佛是被浇熄了的火苗，再没有希望重新燃烧。如果是感情上的事，或许我可以给你点建议。少年终于侧头看了他一眼，尹正呵呵笑了2声。再怎么说，哥哥也比你大了快10岁呢，可不是白吃了这么多年粮食的。少年似乎是想了想，但最后还是放弃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没关系，那就不要说了。尹正站起来，扶住少年肩膀，认真道：“但你今天的状态不适合骑车，改天再来吧。我跑出了最好的成绩。”尹正叹了口气：“你是在冒险？”少年尚未答话，休息室里的工作人员拿着他的手机走过来说：“一博，有人打你电话。”少年甚至没有抬眼，冷声道：“不用管。”尹正试图缓解气氛：“你这个习惯得改，再生气也不能不接女孩子电话啊。Be a gentleman。”谁说是女孩子了？尹正一口气没上来，咳了2声才说：“男的也不能不接，显得你多小气似的。男人就要大度。”少年突然来了脾气：“是他先不接我电话的，太过分了，谁这么没眼力见啊？”尹正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电话，说：“哥哥帮你拉黑他。”然而下一秒手机就被王一博夺走了。尹正心里已经笑得东倒西歪，面上却依旧义正言辞：“弟弟，你听我的，这种人就不合适交往。他根本就不是真心跟你交朋友，连电话都不接，趁早拉黑。他不是故意的。”少年着急地辩解道：“他只是没有看到。”尹正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：“
你知道人家不是故意的，你还生气？少年涨红着一张脸，也不知道热的还是气的，犹不服气地说：我是气他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也不联系我。或许他不是不想告诉你，只是还没想好怎么说，可他却跟其他人联系。少年的声音低下来，脸上有一种卑微的难过。我就那么不重要吗？尹正已经大概梳理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，虽然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常要紧的角色，要紧到竟然可以战胜摩托车，时刻牵制着少年的心神。他这样想着，便认真说道：你想错了。少年抬头看着他，目光中有一丝期待。尹正心中十分不忍，极力安慰道：如果他需要时间去整理即将要对你说的话，或者去思考你们之间的问题，当然就不会联系你。联系其他人是因为他和其他人之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这恰恰说明你是重要的那个，至少可以说是特别的那个。少年露出疑惑的神情：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有这个可能性而已。尹正摊了摊手，说：但是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，赌气不接电话，不如跟对方好好聊一下，或许误会就解开了也说不定。少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尹正趁机把他往更衣室里推：快点换衣服回家去，沐浴焚香打电话啊，亲。但是凭什么又要他打电话过去啊？再怎么说也该肖战打给自己才对。王小朋友愤愤不平地想，是谁一声不吭的就断联在先啊？就算是要时间想清楚，提前通知一声不行吗？反正突然断联就是很过分。王一博下定决心绝对不打回去，就算肖战再打过来，他也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接。然而除了上午在赛车场的那通未接来电，一直到晚上肖战都没有再打来。原本被略微安抚下来的心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变得焦躁起来。他真的很不喜欢等人，连带着不喜欢等别人的电话。但是为什么从遇到肖战开始，他好像一直都在等待，等他的短信，等他的电话，等他收工了一起吃饭，等他回过头来看见自己，等他有一天愿意朝自己走来。他不喜欢等，却又心甘情愿的一直都在等，但最后能不能等得到，他真的不确定。没有等到电话，却在刷微博的时候看见肖战发了一则微博故事。男人对着镜头笑得很温柔，眼睛乌黑明亮，像是阳光下的湖面，闪动着温柔的光。10几秒的视频，旁边有一条简短的配文：夏天的风结束了，假期也结束了。他只觉得刹那间恐惧极了，眼里只剩下3个字：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全忘记先前的信誓旦旦，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，拿起电话就拨了出去。所以上午打电话给他，是要告诉他结束了。有隐隐的绝望从心底深处翻上来，以至于电话接通了，他却说不出话来，只听到肖战的声音，很低很轻地唤他：一博。他觉得冷，连牙齿都在打颤。什么结束了啊？微博结束了，什么意思？你看到了。男人似乎反应过来，声音里浮起笑意。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肖战，什么？明知故问。他恨不得顺着电话线飞过去把那家伙揍一顿，可是没办法，男人离他那样远，揍不到，打不到，抱不到，也亲不到。我真的很讨厌你。那怎么办？现在说有点晚了，你总是这样。他突然觉得委屈，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做一些我不明白的事。电话那边有短暂的静默，
在开口时，肖战的话语里已经没有了玩笑的意味。对不起，今天我打给你其实是想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？他连手都开始抖，硬撑着不肯认输，只是毫无力量地威胁对方。肖战，你给我好好说，你敢？你要是敢，我真的会揍你。我想说，阿令结束了，魏无羡的故事也结束了。我跟他道了别，把他还给蓝湛了，就让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好好过吧。我也要去找我心爱的人了。男人停下来，深深吐了口气，像是有点烦恼，但是他好像生气了，说我很讨厌，还要揍我呢。他眼眶一下子就热了，到底是从什么开始，他居然变成了一个没用的爱哭鬼。肖战，你要是敢骗我，你就要揍我了。嗨，王老师真暴力，我怕了还不行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就回，不是周3才回吗？肖战十分奇怪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哼了一声，没什么好气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有法子知道。好吧，我们仔仔最厉害了。男人顿了顿，声音突然变得柔软起来，四周围十分安静，他只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，仿佛有蝴蝶在那里舞动翅膀，带起呼啸旋风，又仿佛是烟花在那里绽放，瞬间照亮整个身心。我改签了机票，是想早一点回去见你，王一博，我很想你。如果这世界复杂，曲折喧哗，你会用尽我